来到 Indie Game Award 2026的获奖团队专访，我是 Libby。那今天我们邀请到10小游戏的拿 A， 嗨，大家好，我是10小游戏的拿 A， 我负责美术的部分。那就要请拿 A 先来介绍10小游戏的团队以及雅路塔糊里糊涂的面包冒险这款游戏的核心概念是什么10小游戏是一个5个人团队，那我们有1个企划、2个城市跟2个美术。雅路塔糊里糊涂面包冒险这款游戏是一个像素风格的日式 RPG， 游戏内容包含面包店经营以及横向卷轴战斗内容。那玩家将扮演主角茶雅，进行勇者任务的途中，阴错阳差之下不小心弄砸了面包店店长伊菲的面包店，为了还债，于是他得留下来小镇，一边冒险一边收集素材，一边开面包店一边经营面包店，过上打工还债的苦命生活。扎雅可以说是一只狐狸，但是又很糊里糊涂。那想了解，就是这款游戏结合了轻快的面包店经营与高强度的横向动作战斗。那美术团队如何在视觉风格上呢，既能呈现这个经营模式的温馨、充满生活感的细致像素，又能无缝切换到冒险模式中充满速度感与打击压力的特效表现？那其实不管是经营还是战斗，我们都是采用比较偏日式的精致像素风格。不过在面包店的部分，因为玩家会需要与面包柜角色之间做互动，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面包屋的这个内容中充满一个丰富多样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注意到如何让这些物件跟角色在同一个层级中不会太抢眼，但是又统一协调。那在战斗的方面呢，我们会希望玩家可以更着重在跟敌人 battle 的过程中，背景的部分希望不要太抢眼，而且有一个宽阔冒险的感觉。希望玩家能够更着重在与敌人战斗的部分。希望玩家能着重在敌人战斗的部分，那么这个武器就相当重要啦，对不对？那3把武器擀面棍、鞭子以及细剑的战斗节奏，它们是全然不同的。美术团队在设计这3种武器的时候，他们的驱动机与打击视觉反馈时做了哪些的差异化处理呢？我们觉得手感不同的这部分呢，其实程式也占了很大的功劳。制作的方式就是我们会先定个大的方向，然后美术绘制完这个动画图片中，程式那边会再根据这个主要方向以及个人感受还有操作的手感上，针对动画的帧数做一些调节，才能达到这个完全不一样手感的这个操作体验。那以美术的方面呢，我们会先奠定这个武器，甚至是任何东西的大方向、主题性。那确定好目标之后呢，我们会再进一步，希望可以发展出这个目标的特色，像是鞭子的话就有很多花瓣，所以会打造出一个很快很准的这个华丽感。那细剑的话呢，我们则是希望可以更快速更激进的战斗，所以呢会有挑动一些星星之类的，对，所以会有一些很华丽的感觉。面包棍、擀面棍则是面包，所以让面包店的感觉就是橘色的、暖暖的、温暖温馨、热乎乎的感觉。所以这个主要的目标就是一个橘色调，然后呈现一个面包爆炸的这个特色风格。我个人在试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本身是最喜欢这个面包感的武器，就是它很新手友善，可以这么说吗？可以，因为我们擀面棍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可以带给新手玩家，或者是第一次踏进这个动作游戏领域，或者是比较经营类型玩家的朋友，就是可以简单轻易的了解动作类型的有趣之处。那听拿 A 这么说，就是团队之间需要有很紧密的合作，代表说开发过程中一定有很多的挑战。从南台科大多乐系的学生专题到获得 IGA 奖项肯定，这段路程中美术设计上有没有哪个部分是让团队修改最多次，然后感到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那其实这一题感觉很多人会就是因为我们有大改的关系，所以可能觉得大改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但其实对我们来说，在制作过程其实是埋头一路干，不叫觉得挑战的，反而会比较意外是小物件，像是面包，因为我们的核心就是面包。那怎么样让玩家在面包中又跟一般的面包有不同，要为之一亮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在面包上其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有没有哪个部分就是你们当初必须忍痛大改？虽然过程感觉到非常挣扎，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呢，会觉得这个变动其实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对后来的成品感到非常的满意。我们其实都就是一路做下来，其实都觉得之前的东西好像没有现在画的那么好了。对，所以一直在更新这样子，优化自己。那我们觉得最值得的改动，首先就是从学生专题到这个商业转型过程，我们的主角其实改动了3次。从一开始，她其实是一个全套女孩，是非常有个性的。然后我们后来觉得好像可以调整不同的感觉，于是我们加入了人的这个驱动的这个魔法感。然后主角的外形也做了一次的大改动，他又有一个奇怪的尖尖。然后后来我们又觉得好像这种模棱两可的感觉，可能玩家会觉得很疑惑，就是不知道他头上尖尖是什么，所以最后才又确定要往少儿少女的这个方向前进。怎么把这个角色设定成狐狸，而不是其他有尖尖的动物角色呢？因为我们喜欢狐狸，就是这么简单。这样，就是无条件喜欢狐狸这样子。对。那获得 IGA 2026的最佳美术奖呢，对团队来说应该是意义非常重大。就在你们看来，优秀的独立游戏美术除了好看之外，最关键的特质是什么？然后以及这座讲座在你们未来的创作之路上面有什么样的激励？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美术，除了就是有吸引人的特点以外呢，这个平衡性也是很重要的。是因为现在除了这种很抢眼的风格以外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游戏更适合就是调和性高，然后统一，并且希望玩家在长时间游玩的情况下也不会说太疲惫，而是可以一直玩，就像是一个时间小偷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也有做一些平衡，就特别去针对这个下功夫，就是把玩家抓住，对，不疲劳，然后想一直玩下去。那作为 IGA 2026最佳美术的得主呢，对于那些在预算上面有限，然后人手不足的独立游戏团队，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除了对美感的坚持，还有美术团队与城市企划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沟通默契，才能像雅路塔糊里糊涂的面包游戏一样，不仅是美术上面的呈现很棒，而是把美术变成游戏灵魂的一部分。首先我觉得就是每个团队在意的重点是什么，像我们团队就在美术这边会特别希望着重在氛围感的部分。那在小团队的话，我们也希望对于游戏的目标想要呈现的内容是保持一致的，一路走下去，就不要怀疑自己的决定。那当然参展的过程中吸取建议，适当调整，保持初心，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这样子。那再来的话，以个人来说的话，就是确定自己的能力上限到哪，因为我们常常其实反而会做出超出能力负荷的内容，这样反而会对一个团队来说很吃力，因为不仅自己心里会有负担，对团队来说也会特别需要照顾。那反而是大家互相帮忙，像我可能会不习惯 A， 然后另外美术反而会擅长 A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个互补，了解自己喜欢的内容，适合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努力表现出来。其他的成员也会能够依据你的喜好做出协调，就像补足彼此的不足。对。雅路塔目前展现了极高的完成度啊，那未来啊，团队有没有一些就是想要挑战的不同的风格的区域啊，或是另辟战场这样子，或是会不会注入一些新角色在这款游戏里面？最后想要对玩家说一些什么呢？那目前这个开发计划的部分呢，我们是预计还会再继续更新，然后未来也会选择出主机版的部分，所以这部分可以期待一下。会到主机，对，好，这部分就是玩家们可以期待一下。以上就是雅路塔糊里糊涂的面包冒险获奖团队10小游戏的专访。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也在这边预告大家，2027年的 Indie Game Award 奖项报名即将在今年的7月开放报名啦。那有兴趣的开发者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